酒楼雅间内，萧玉若有若无地查看凤九言的脸色，只怕凤九言会误解自己对真真的心思。皇上，臣女这几天已经招了20多个女兵了，但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问的最多的就是月凤。皇上，臣女认为这月凤时不言，招兵之事，朝会上再议。是皇上。萧玉对着别人没那么好的耐心。饭后，真真帮2人租了辆马车，并主动提出护送他们回皇城。车厢内，萧玉异常沉默。2人本该各坐一方，但萧玉以凤九言腿伤、行动不便为由，为了方便照看，与他挤在一处。朕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朕现在喜欢男人，不要画蛇添足，弄巧成拙。你误会了。他就算想让萧玉变正常，也不会拉郎配，把一个想做女将军的姑娘往宫里推。让真真随行，一来是觉得这一路会有危险，多个人多个照应；二来，他并不想让真真继续在安城招兵，以利诱之，哪怕招几百几千个女兵也是无用。不瞒您说，我有些喜欢真真姑娘，我对真真姑娘一见钟情。那么，朕给你们赐婚，好不好？左右朕也不能纳一个男子为妃。你入赘甄家，就能永远留在皇城。你与那真真白天做夫妻，夜里就与朕做夫妻。请您松手。甄家小姐一心想做女将军，也不想相夫教子，只要朕与她说明，她会答应的。您别再说了，就算真真答应，我都不会答应您。吓坏了吗？看来朕演得很像。紧接着，萧玉便松开了他。既如此，您为何舍命相救？你若死了，前皇后会伤心。朕心里只有她，哪怕她西镇而去，朕对她矢志不渝。扶持真真也是为了向她证明，朕并非狭隘的男子，会给像她那样的女人自由。夜夜宿在你那儿，也是盼着她哪天会回来寻你。朕只是太想她了。您为何骗我说您喜欢男子？是你先误会朕，以为朕有龙阳之好，朕报复你罢了。闻言，凤九言想咬死他。熟悉的宅子里，皇上，属下办事不力。皇上，苏焕这是怎么了？说话间，他就要把人接过去，但萧玉抱着人后退了一步。没什么大事，就是腿伤着了。萧玉将人抱进主屋，安排婢女贴身照看。旋即怕凤九言多想，多余解释了句：“女人细心些。”多谢皇上救下苏焕，这份恩情我东方氏记下来。他这话倒像他和苏焕是一体的。萧玉听着很不舒服。好好养伤，朕先回宫了。是。陈吉跟着萧玉离开。真的没有大碍吗？休养一段时间就能痊愈。你呢？昨晚是怎么回来的？走回来的，没你这样好的运气，有人专程去救你。东方氏这话听着有些酸。凤九言皱眉，良心被狗吃了。我指的是皇上，一国之君竟如此犯险。听那个叫陈吉的说，昨晚道观起了大火，皇上不顾自己安危，冲进火里。凤九言的心好似被什么堵上。皇上真是重情义啊！宣城之战，我不后悔出手相助。道观着火，绝非偶然。昨晚有人想置我们于死地。凤九言深以为然，将他调下机关以及萧玉是如何救他的事都告诉了东方氏。末了，他推测，后面出现的杀手一定是其他门派的人，要么他们是和紫阳派联手，要么他们是在暗中筹划。若是前者，便是寻常门派；若是后者，那就是天龙会。道观主殿的机关必然不在紫阳派的计划中，否则他们大可以在一开始就将你往主殿引。因此，我更倾向于是天龙会在暗中筹谋，紫阳派不过是做了他们手里的刀。我也是这样想的。眼下还有一个人，你先查一查，灵山派张雪，最好有此人的画像。好。武林盟散了，但他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们还在。皇宫，皇上，您今日不早朝，真的是因为龙体抱恙吗？前皇后走后，皇上变得愈发暴戾易怒。可自从宣城一乱过去后，皇上就好似淤堵的河道被疏通，脾气好多了。风寒，没有大碍。他没有告诉瑞王昨晚他做了什么，毕竟任何人看来，他身为帝王那样涉险着实犯蠢，何况是跟他情深意重的瑞王。夜间，萧玉便去了凤九言那，一进主屋便看到东方氏也在里面，且坐在床边，两人头挨着头，十分亲密。萧玉顿时就黑了脸，这该死的官夫不晓得男女有别，男男也有别吗？
纵然萧玉心里很恼火，面上还得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你们在看什么？是舆图。苏焕想知道那通道是怎么从皇城挖到安城的。看个图，有必要挨得那么近？朕也来看看。方才我们讨论过，从道观到安城，大致是从东穿过鬼阵，直达琉璃谷。根据打听到的消息，道观于许多年前就荒废了，或许从那时起，就有人在暗中开挖。这前半段没什么问题，但这后半段应该不是直行向东，而是往南偏折再北上。那就是绕过这块丛林。其实皇上您不必另外安排婢女，我能照顾好苏焕。他一个大男人，不好意思让女人扒衣服换药。什么意思啊？这个官夫还想给凤九妍换药？朕觉得无妨。莫要忘了，苏焕喜欢男子，你离他远些。厢房里爆发出吼叫。是樊静。东方试过去了，应该没什么事。你若实在担心，朕抱你过去。不用劳烦。厢房内，樊静被绑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给我五毒散，或者杀了我！你杀了我吧，盟主，杀了我！我生不如死！老樊，忍忍！杀了我！这宅子不大，凤九妍能听到他的喊叫声。他攥紧了手，微微闭上双眸。倏然间，一只大掌裹住他冰冷的手。他听不下去就别听了。萧玉直接将他抱起，直接一个跃起，飞出院子，一垂屋顶。您为何带我来此？都清静。朕告诉你个秘密，朕的生母去世后，朕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开口说话，只喜欢观星。星空浩渺，能吸走你所有的痛苦愁烦。你不信，躺下来看看。说着，他先躺了下去。凤九妍眼神平静，不多时也往后躺下了。满天星辰好似近在眼前，又极远。远处黑暗中站着一白衣男子，他那双眼睛正盯着他们。凤九妍渐生困意，回去睡。宅子院内，陈吉看到皇上抱着苏焕回来，心里一咯噔。萧玉则看到院子里还站着一个人。那你怎么来了？臣担心皇上安危。萧玉看了眼怀里的人，先把他送进主屋。不多时，萧玉出来了。谁让你查朕的行踪？是容妃，她担心你，托臣留心。此事不可告诉任何人。皇上，您和那苏焕，朕托他查天龙会，他被刺客伤了腿，仅此而已。那么，臣将回府了。他走后，萧玉的眼神变得冷沉。这晚他没有留宿在此，没待多久就回了宫。容妃刚要安歇，圣驾至。是你让瑞王调查朕的行踪？是臣妾。慕容兰，你该知晓朕的脾气。皇上，我担心你，错了吗？你失了分寸。师兄，是你变了。曾几何时，你、我、瑞王，我们三个没有秘密，我们会一起面对困境难关。你说过，有我们两个在身边就够了。可如今，你连涉血救人这样的大事都不与我们商议，你知道我和瑞王有多担心吗？你和那个苏焕才认识多久，就能为他豁出命去？念及他们从小到大的情谊，萧玉终是没再追究。毕竟他和瑞王都不知道苏焕就是前皇后。你与瑞王一直是朕的好友，但不要再干涉朕的私事，这越矩了。是，臣妾记住了。天龙会屋内，两个男人对面而坐。宣城一事，尊者手底下的人做事不够利索，费了我一步好气。那王寿仁可是我好不容易说服的。此事已过，再论功过对错毫无意义。萧玉在暗中调查诸王，你当更加谨慎。放心，他不会怀疑我。尊者，不好了，朝廷大军来围剿了，足有1万人。屋内护法眼神一冷，他可没有对皇帝下手。要么你手底下的人不小心暴露了，要么你动了不该动的人。萧玉这个人向来没什么耐性。谁都没想到官兵会大肆围剿各门派，此前他们一点风声都没收到，哪怕是安插诸多眼线的天龙会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消息。是撤。皇城，皇上，这江湖事向来是江湖了，老臣不解，您为何突然将他们给抓了？诸位爱卿不必紧张，朕决定修建一座通天塔，请些人来做工。那些人闲着也是闲着，
不是吗？皇上，臣认为如此不妥。不妥？很好，你也去搭箭，拉下去。该让那些人尝尝被通缉、东躲西藏的滋味。城西一僻静的八角亭内，兄弟二人对面而坐。皇上的棋风与以前不同了，万事都在变。有句话一直很想问皇上，当年的事，你信我是清白了吗？往事已过，朕已不记得了。说实话，彼时我从未想过，最终坐上皇位的会是你。储君之争，萧玉是被排除在外的那个，朝中大臣也没有站在他那边的。谁知先帝剑走偏锋，将皇位传给了他。你约见朕，所谓何事？是为道别。我要离开了，我们兄弟二人不复再见。特来对皇上道一声珍重。你要去何处？风卷云涌，不知归处。说完这话，萧卓便走出了凉亭。萧玉目光沉凝，看向桌上那盘棋，黑白相杀，没有胜负。这天午后，这便是那灵山派的女弟子张雪。那晚的蒙面女子不是此人。看来那女子骗了你，但她救了你。我倒真分不清这人是敌是友了。晚间，萧玉如期而至，他一开口便是关心凤九妍的伤，已经大有好转。萧玉放松的同时，又有些许遗憾。唉，如此，他便不能抱凤九妍了。月色甚美，三人直接在院子里吃饭。外面有人叩门。新妃娘娘。莲霜站在门外。你怎么找来的？莲霜也不想来的，是太皇太后逼着他，非要他来请皇上回宫。皇上，臣妾请您回宫。凤九妍夹的肉掉在桌上，东方氏旋即看去，见他目光失神地望着门外的人。这小子不会真看上了皇帝的女人了吧？凤九妍面上平静，内心无比讶然。莲霜何时做了萧玉的妃子？萧玉这会儿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他当初封莲霜为妃，一来是气急冲动，二来是想借着莲霜正大光明的去永和宫留宿。如今这局面于他不利。回去告诉皇祖母，朕好得很，无需他操心。是，奴婢这就回去。三宫六院，多少男人都羡慕不来。萧玉有意无意地看向凤九妍，正色道：表象罢了，想留的留不住，想赶的赶不走。陈吉，拿酒来。凤九妍则早早地回到主屋，看着漠不关心。半夜里有人推开他的门，风携着酒气吹来，他便知道这人是谁了。若非凤九妍躲得快，就要被他扑倒。凤九妍往旁撤开，看着大半个身子都趴在他床上的男人，这人应该是起夜后迷迷糊糊的走错屋了。他伸手推萧玉，可刚一触碰到他，就被他一训：别碰朕。皇后，是你回来了吗？朕很难受。朕喝多了。你别怪朕，朕发誓，朕对你那婢女绝无半点心思。朕这是不想被人笑话，说朕难忘旧情。可朕现在不怕了，朕就是忘不掉你。你走错房间了。紧接着他下了床，将萧玉拽起来。就在萧玉站起来后，他蓦地被萧玉拦腰搂住，而后他唇上传来一片柔软，轻柔的一吻如同羽毛附上，小心翼翼的，好似生怕弄疼了他。萧玉的酒量很好，身为帝王，少不得要在宫宴上饮酒。要是没有千杯不醉的本事，就让人看了笑话。今晚这点酒远不足以令他丧失清醒。此刻，他用力抱着怀里的人，借醉行凶，甚至于萧玉掌心的灼热透过衣料传到凤九妍的肌肤上。萧玉单手托着他脑后，喘着粗气的俯首在他颈窝处，微微佝偻着身子，仿若瞬间失去所有力气。朕很后悔，但是朕必须得放你走。皇后，朕的皇后。他显然是喝醉酒认错人。凤九妍决绝地推开他。凤九妍的呼吸乱了，瞳孔里散碎着凄迷。没有任何留恋的，他直接将萧玉拽了出去，随后砰的一声关上门。门内，他久久地站在那儿发愣。门外，
萧玉的视线瞬间恢复了一些清明，回味着方才，唇齿间仿佛还有凤九言残留的余温。次日清晨，萧玉好像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事儿，他若无其事地与凤九言告辞。朝廷大肆抓捕各大门派弟子，天龙会余孽或被关押，或被送去践踏。据说护法及其心腹仍然在逃，朝廷已经张贴通缉令。狡兔三窟，我们得尽快揪出他们。苏焕，你如果只是想要铲除天龙会，让朝廷出手，我们就能轻松些。可我怎么觉得你的目的不止于此？的确，有件事我想弄清楚。那黑袍曾说过，段怀旭的死并非天水之毒造成的，还有那5年之约。你若信得过，算我一个。安宁的日子总是不长久，这天樊进又犯病了。最糟糕的是，他偷偷跑了出去。青羽飞针，那白衣男子迅速逃出马车，凤九言当即朝他追去。你是谁？男人揭下面具，露出一张少年俊逸的脸。怎么，不记得我了吗？嫂嫂。阿正，别这么叫我！以前你是我嫂嫂，现在你是以什么身份？所以不要一副跟我很亲近的样子，我觉得恶心。段怀旭死后，他去找过段正，那是段怀旭唯一的亲人，自然也是他的亲人。你活着就好。天龙会对你做了什么？段正，你可知你哥是被他们……我哥难道不是为你而死吗？够了，别再说了，你对得起我哥吗？你根本不知道我哥为你做了什么。你哥的事，你到底知道些什么？真想知道这些，就按我说的，去杀了那狗皇帝。你根本早把我哥给忘了。凤九言一巴掌下去。天龙会要杀你，怎么可能只派出黑龙王一个人给你下毒？是我哥，是他求了教主用自己入药，为大公子炼制起死回生的神药，是因为这样才有的5年之约。我哥知道，他们一次暗杀不成，还有第2次、第3次。他为了救你，自断活路，任由那天水之毒游走，并借用外力造成假死之状。凤九言清理这一切后，虽心有感动，却理智地发现另一个疑点：你哥怎么会知道我和天龙会的恩怨？你明明都猜到了。你哥本就是天龙会的人。当年他杀了天龙会教主的儿子，天龙会为了报仇查到他，段怀旭就是那个时候被安排到他身边。你在怀疑什么？我告诉你，就算我哥是天龙会的人，他对你也是真心的。当年的黑龙王下毒前，直接先挑断了我哥的手筋，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哥会救你。连他们都清楚我哥对你的感情，你还有所质疑吗？他们骗了我，他们说教主闭关也是在为我哥疗伤。我一直等着我哥痊愈，后来我才知道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是要拿我哥做药去救教主那蠢儿子。错的不是他们兄弟2人，而是天龙会，他们只是被利用。我知道我哥被关在哪儿，你若是想救他，3日后子时平沙湖畔见。子辰宫。听完那隐晦的叙述，萧玉的心好似被什么重重捶打了一下。段怀旭竟然还活着！他内力一出，殿内的屏风骤然倒地。他和凤九言本就隔着千山万水，他段怀旭为何没死透？为何还要来妨碍他？该死！妒火吞噬他的理智。一旦发现段怀旭，不惜一切，给朕杀了他！遵命。五阳山，随着一声巨响，山石碎块飞溅。奉迎教主出关。都起来吧。怀旭哥哥一定就在里面。教主，荒北大军立即归顺，只要您一声令下，便可直取皇城。当然，你可有算过？弟子算过了，3日后天皇白三契合，天官赐福，诸事顺。天意不可违。教主神功盖世。段正隐在角落，眼神泛着点点寒意。次日，为了营救段怀旭，凤九言做足了万全准备，光是身上的暗器就不止1、2。谁？随后进来的是萧玉。身为挚友，朕还没送过你什么。这东西既能束发，又可防身。只一拆，发簪就变成了一把锋利的薄刃。天龙会刺客猖獗，你若再出岔子，前皇后又该担心了。如果你不收下这武器，那朕只能多派些人手跟随保护了。多谢皇上。朕说过，你我之间无需多礼。凤九言听出他威严表面下的怅然若失，许是近日朝政繁忙，且听说那些江湖人士被救走，想来他是在为此愁烦。皇上，船到桥头自然直，但他这后来者凭什么要求凤九言抛弃前者呢？而今他只希望凤九言平安。
萧玉没有待多久就走了，凤九言站在窗边看着他的身影远去。早在萧玉醉酒吻他那晚，他就看出萧玉很可能已经知晓了什么，他们都是心照不宣罢了。对于即将要见到段怀旭这件事，凤九言的内心异常平静。越是重要的事，越不能感情用事。他们这一路都很沉默，直到凤九言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叛军突袭，紧急防御！叛军突袭，紧急防御！”凤九言眸色骤冷：“实话告诉你，我调走的是天龙会那些人，趁着他们来攻城，我们才能救人。凤九言，你如果还念着我哥一点好，就马上跟我走。皇帝有千军万马，有无数人帮他，可我哥就只有你和我了，嫂嫂。”皇上，江湖反贼和废太子联手攻打皇城，目前来看，大军约有3万多，并且探得城外另有一批不知名的乱军，形势复杂，还请您留守皇城，以保圣体。朕既为天子，岂能怯懦自保？去城门。与此同时，皇城外的五阳山，10几名蒙面人围住两人。何人擅闯天龙会禁地？那是9王之一的青龙王，是这些人中武功最高的。一会儿你拖住他。凤九言眼神冷然。皇城，而今城下的要人足有1万多，不管情况多危急，萧玉都没有撤离。他站在高处，睥睨众生。或许凤九言说的对，他对凤九言的执着是源于孤独。陈吉，发信后弹，撤回诛杀令。段怀旭，他不杀了。此时凤九言赴约救人，叛军也在这时攻城。段正这招是诛心。凤九言已经做出选择，萧玉也该输得起，放得下。都给朕听着，死守城门。乌阳然，两人将这石洞找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找到其他机关暗门。别杀我，我真不知道段怀旭在哪儿。教主出关之前几个月就已经把人移走了，至于他移到何处，我实在不知啊。移走了？去城门。爱子心切的天龙会教主一定会将段怀旭这要人藏在一个万无一失的地方，他们这样找根本找不到。城门口，与此同时，萧卓正在与那天龙会护法对战。萧卓，你可真是不识抬举！天龙会助你夺位，已经背叛我们，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两人的内力汇集，却勉强和那教主打个平手。走！凤九言不仅没走，另一只手也附上他后背，几乎要把全部的内力堵上。萧玉回头看了眼凤九言，他不该来。苏焕，朕命你速速离开。放火箭！越来越多的要人被杀死，眼看攻城希望渺茫，天龙会教主脸色发冷，他得速战速决。于是他这边主动撤了内力，哪怕忍受着反噬的危险，也要直取萧玉心。凤九言和萧玉也接连进攻，鸡叫，东方天空泛白，天龙会教主衣袍散乱，眼睛发红。他对面萧玉面上落了灰，凤九言外衣破裂，沉积重伤，倒在地上。东方氏手里的剑断成2截。你们可真行啊！话落，他再次汇聚真气。萧玉眼疾手快地推开凤九言，头一个顶上。凤九言和东方氏紧随其后，在他后面送力。3人都受了内伤，但他们合在一起能胜那天龙会教主半次。但后者不知催动了什么邪功，功力瞬间增强，3人再度被逼得后退。挡我者都去死吧！他孤注一掷，使出心法最后一层，杀敌10分，自伤7分。周遭的灰尘沙子被真气卷起，仿若漫天狂沙，迷乱人影。就在这生死难料之际，突然那天龙会教主真气尽泄，众人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后者转过头去，旋即像是看到什么震惊之事，瞪大了眼睛，满是愕然。只见一戴着面纱的女子站在后面，给了那天龙会教主致命一刀。凤九言一眼认出，此女子正是那晚在道观出手相助，自称是张雪的人。被刺伤的教主当即掐住冉秋的脖子，他眼神发狠，随后又是一刀刺入那教主胸口。皇上，此贼人利用天龙会谋反，我忍辱负重，终于杀了他了。我哥在哪儿？萧玉同样有此诧异，并且他看出知道段怀旭下落的只有这天龙会教主，难怪凤九言没有下杀手。眼前一阵发黑，旋即便晕了过去。你终于醒了。外面如何了？好在天龙会的余孽都被尽数捉拿，那个冉秋倒是被射了，他还拿出了五毒散的解药，那东西竟然有解药，
你说这是不是太凑巧了？这冉求真是深藏不露。听说啊，他还是教主的心腹之一，他杀了天龙会教主，摇身一变，从反贼成了功臣。再加上他拿出的解药，那些江湖人士也都相信他是好人。解药给樊庆吃了吗？当然，但这解药来得太容易，我总感觉不对劲。不顾东方氏阻拦，他离开了客栈。我知道我哥被关在哪儿了，教主说什么化神，我便想到了一个地方，九重塔，我哥一定被关在那里面。九重塔在何处？我不知道，但皇帝肯定知道。九重塔也是凤脉所在，龙脉为阳，显；凤脉为阴。宫中，皇上，苏焕还在宫门外等候。萧玉并不想见凤九言，他晓得凤九言求见自己是为了段怀旭，放手成全已是他的底线。告诉他，朕没空。晚间，萧卓被召入宫。为何要这样做？贾谊和天龙会联手，实则使了一出请君入瓮，但他这一招，伤敌1000，自损800。你想灭天龙会，可与朕直言，朕派兵围剿，岂不更快吗？当年我还是太子时，天龙会就找过我，我拒绝了他们的示好，没多久，陈太傅就出事了。再然后，便是我遭构陷，被废太子之位。这些事都是天龙会在暗中所为。我曾将此事告诉父皇，但父皇不信我。我没有你想的那么伟大，我只是自私的，想要查清楚真相，想要报仇，仅此而已。你现在如愿了吗？为了你一人之仇死了那么多人，你满意了吗？我接近天龙会的人是想查清真凶。皇上，我想告诉你，这件事不会到此为止。天龙会谋反，难道只是为了扶持我上位吗？他们可不是这么好心的人。天龙会，朕自会查，但你的罪也不小。来人，将萧卓押入天牢。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何先帝会将皇位传给你了。为君者，重要的是杀伐果断。紫晨宫，突然殿内烛火晃动了一下，他抬眼一看，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人。苏焕，你好大的胆子！夜闯皇宫实乃无错之举，皇上，可否告知南齐凤脉所在？你想做什么？你可知凤脉一直是隐秘，朕不可能告诉你。我有一挚友，很可能被困在凤脉下的九重塔，请您。好友。萧玉一下猜出是谁，还真是老天长眼，萧家列祖列宗保佑，这段怀旭居然落到了九重塔里。哼，朕不可能为了你坏了皇室的规矩。皇上，哪怕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你这是干什么？苏焕，你少来这套。他抬头时，萧玉望见他眼中的疲累，又看到他头上戴着的是萧玉送他的那只发簪。雨城，玉灵山。多谢。九重塔，只进不出。你若去九重塔，必死无疑。如此，你还要去救人吗？是。凤九言也听说过，那九重塔压着十恶不赦的高手，他们是守卫者，赢者才能入内。那些人个个都是天龙会教主那样的高手，他一个人要对战10几个，胜算渺小。萧玉嘲讽地笑了。凤九言对那段怀旭还真是矢志不渝。得知他心如磐石，萧玉反倒释然了。随后他扯下腰间的玉牌扔给凤九言，拿着它，说不准那些人能给你让行。凤九言接过那玉牌，心口微滞。还不走？萧玉皱眉赶人，多看凤九言一眼，他都怕自己会忍不住杀了段怀旭。凤九言攥紧玉牌，转身。萧玉拳头握得紧紧的，仿佛攥着自己的心，生疼。然而刚走没几步的人突然折回来。你还要？他那什么2字还未出口，凤九言倏然霸气地揪住他衣襟，揭下面具，踮脚主动向他的唇吻去。刹那间，萧玉宛若被雷电劈了。他这是干什么？萧玉浑身一怔，方才还紧锁的眉，一如那雪山遇上骄阳，瞬间被暖意裹挟，又如久旱逢甘霖，枯木又逢春。心里的旱地瞬间开出朵朵娇花，花叶颤动，酸酸甜甜的感觉蔓延到整个胸膛，汇聚成热火。这次是他凤九言自己摘下了面具，
他终于愿意与自己坦诚相待了吗？萧玉一把扣住他后脑，加深了这一吻。凤九言没有推开他，他仿若受到鼓舞。心如火烧之际，萧玉单手抱住凤九言的腰，将他放到那案桌上，胳膊顾着他，继续那一吻，不让他逃离半分。出乎萧玉意料的，他竟然搂住了萧玉的脖子，动情的吻。萧玉只当是最后一次，但一发不可收拾。他感觉自己要疯了。凤九言本来就是他的皇后，他凭什么要把凤九言让给别人？后来居上又如何？凭的是各自的本事。他的吻强势霸道，终于他再也忍不住，直接将人抱起，走进内殿。内殿的帐幔垂落到地面，暗香浮动，一世的暖意，并且还在不断攀升。萧玉将人压在榻上，肃杀凉薄的眸子此刻尽是灼热的火焰，双目通红。他看着凤九言近在咫尺的脸，那眼睫，那挺翘的鼻，那红润的唇瓣，没有半分犹豫的狠狠攫住他的唇瓣。唇舌缠绵，他从凤九言的唇亲了而下，一手扯下他肩上的衣物，扯开那碍事的领口，顺着他脖颈吻到心口。萧玉眼中跳动着一簇簇火焰，如同压抑到极致的笼中野兽，挣脱一切束缚。直到听到一声不适的闷哼，他才稍稍有些理智，额头上浸着血汗，如同一个毛头小子急切地寻找路口。他的耳尖瞬间红了。凤九言吃痛的呼吸一致，本能地推他腰，说毫无痛意是假的。你清醒。萧玉听着他这声音，越发的失控。他紧搂着凤九言的腰，脑海中什么都没了，只剩占有。他的呼吸异常沉重，并且越来越急促。瞧着凤九言因着自己而变红的脸，紧蹙的眉，以及眼角的点点泪光，他愈发意乱情迷。扶手亲吻他的唇，又轻咬他耳垂，听着他喉间溢出的破碎之声，萧玉感觉全身都烧起来了，血液也是滚烫翻涌。他就好似那战马脱了缰狂奔，怎么都止不住。但这自由没有持续多久，忽的就戛然而止了。诡异的沉默中，萧玉不可置信的冷了脸，他气自己为何这么快就……男人头一回大多是这样。一时间，萧玉哑口无言。萧玉坐在床头，露出净瘦精壮的身躯，上面有些微汗意。他一张俊美的脸上透着几分慵懒，眼角还沾染着薄红。凤九言将衣服一件件穿了回去。萧玉从未想过自己还能拥有他。方才发生的那事儿好像一场梦。就在凤九言要起身离开时，他突然从后面抱住了凤九言。别走了，朕帮你救人。这是我的事。九言，你心里是有朕的，而且你又将身子给了朕，便是朕的女人。你情我愿的事，不至于扯上一辈子，也不该牵扯上其他事。你什么意思？我们都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你还不想对朕负责？我并未嫁给任何人，无需为任何人守贞。我对您可以是男欢女爱，水到渠成，情不自禁，但绝不是夫妻之实。凤九言，你负心薄幸，既不想负责，为何要来招惹朕？你要朕如何？朕的身子给了你，你便是始乱终弃。瞧见他这副愠怒又不乏委屈的模样，凤九言的脸色僵了僵。他要凤九言负责，这还是那个不可一世、强势威严的帝王吗？可是我信他，他去天龙会之前就决心孤注一掷，当众揭穿天龙会的真面目。但他如今死了，我怀疑他是被天龙会害死的。因为就在他死后第2日，灵山派遭到屠戮，掌门师兄弟们全部被杀，整个门派不复存在。我走投无路，这才想着来找您和东宗盟主。都死了，你怎么还活着？因为兄长死后，我就下山了。我想查出他死亡的真相，恰好逃过一劫。路上碰到紫阳派的人，我就暗中跟着他们。苏公子，我看见了，和你打斗的那个蒙面人，他肯定是故意把你引到主殿的。既知如何打开开关，为何不早些施救？我没有那么高的武功，自知凭我一人之力，也不过是给苏公子添麻烦。后来看到有人来了，我见有了伴，这才……他们来了。随即那些要人争先恐后的涌入。唯一的出口就在那儿，走！萧玉不可能丢下他，当即将他背起。不想，前面是剑阵，3息1放，前面有暗道，下面有轻功掠过去。他的腿就是被这些锋利的暗刀所伤。苏公子，
公子，你们快走，我来练好。你出去后一定要为我兄长报仇啊！他太过冷漠吗？哪怕那张雪拼了命护他离开，他也在怀疑。毕竟此人出现的时机太过凑巧。抓紧！凤九言挂在萧玉背上，杀了几个要人，但他也会有累的时候，终究是撑不下去了。放下我！这之后的事情他不清楚。凤九言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萧玉带着凤九言离开那狭长的通道，随即就要查看他腿部的伤势。我自己上过药，苏某欠您一个人情，日后必还您。真要算起来，是朕欠你和东方氏的。何况你是朕的挚友，朕救你不是应当的吗？您是专程去救我们的吗？不然呢？难道朕大半夜去道观散心？明明不断告诉自己他是皇帝不能死，想到凤九言可能会死在里面的时候，脑袋里一片黑，直接不受控的跳了下去。他以为萧玉只是凑巧出现在那儿，亦或者是被天龙会的杀手引过去的。您是皇上，犯不上为我们冒险。不是为你们，只是为你一个。凤九言的眉心拧了拧，又想到这些日子以来萧玉的种种异常。皇上，我并无龙阳之好。萧玉看着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龙阳之好也是啊，他现在是男子身份，但也就是说他看出自己对他有意。朕确实对你有种特别的感觉。朕知道这为世俗所不容，所以朕无法宣之于口。朕以前不是这样的，朕以前喜欢的是女子，但自从被女子狠狠地伤过心后，朕对女人再也提不起兴趣。自从朕与你在宣城共患难，朕就发现每次靠近你，朕会心如雷鼓。够了，您别再说了。他多少有些惭愧。若真如萧玉所说，那便是他造成这一切。因这合理一事刺激了他，令他不再喜欢女人，改为喜欢男人。萧玉嘴角有上扬的弧度，恰好你也喜欢男子，何不与朕一试？您是皇帝，怎么可以喜欢男人？萧玉，你可有想过万千百姓？可有想过朝廷社稷？万一你也遇险，你可有想过我留在皇城是为了守卫帝王安全，你却想着小情小爱，你对得起我和东方氏一片苦心吗？你离我远点儿！我告诉你，我不喜欢男人。这一下情绪太激动，他又有些头昏脑胀了。萧玉看出凤九言的不适，立马道：好，朕错了，成吗？我们先不说这个，朕密道通向这山谷，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出去。他看了眼周围的环境，旋即将他横抱起来。你放开我，别碰我！安静些，你想把杀手引来吗？他不由得抬眼，入目便是男人那棱角分明的下颌，往上是瞧着薄情寡义的唇。想看朕，那就光明正大的看，朕不介意。我喜欢女人。是吗？萧玉将他往上轻轻一颠，两人的唇险些碰上。你好歹也是个男人，怎么这般轻，像个姑娘似的？出了山谷后，他们遇到一户人家，才知此地是皇城东邻的安城。村民好心给了他们几个窝窝头。萧玉没有耽搁赶路，继续抱着他往前走。哎，你吃饱了吗？该你归朕了。您先放我下来，吃过后再赶路。早些去镇上，你的伤需要好好瞧瞧。再者，朕身为一国之君，不能在外多耽搁，还愣着做甚？为朕。凤九言的脸色很黑，他的手紧绷着，最终还是将窝窝头送到他嘴边，但不忘冷着脸重复：我喜欢女人。萧玉笑了，相处这么久，他算是摸清了一点门道。凤九言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最怕死缠烂打。萧玉目视前方，眸中有细碎的不敢太得意的笑意。祸福相依，他伤了腿，萧玉固然心疼，但想想若非如此，他必然不会由萧玉这样搂抱。午后，他们终于来到镇上。萧玉先找到一家医馆，伤口很深，险些伤到筋骨，得休养一阵子。切记每天按时换药，不可碰水。前半个月呀，绝对不能下地行走啊。萧玉点头。大夫说了，你现在不能下地。我知道。您记住，我喜欢女人。朕以前也喜欢女人。您可有见到东方氏？没有，朕只知道你被困在道观。道观下面怎会有那么多妖人？妖人不稀奇，可疑的是，
他们是被分批放进密室，这必然得有人控制。定然还有其他通道，那道馆须得严查。忽然有人认出萧玉，神女真真在安城招募女兵，没想到在这见到您，您这是？哦，这是真如海的女儿，叫真真，朕命她组建娘子军。那日皇上巡视军营，见我长枪使得好，便全了我入军营的心志，还做主给我退了婚。皇上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能辜负这份期望。皇城女子大多是娇生惯养，没有多少女兵可招，我这才来安城转转，没想到这么巧。